好了，现在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易烊千玺。易烊千玺，你好。我知道这次呢，你是作为学生的身份来到这里的，就是以前你想象当中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实际进入到中戏之后又是什么样的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。之前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就是特别忙碌充实，然后进到学校之后呢，就发现，跟想象中的其实差不了太多，就是也是非常的忙碌。其实您早就都做好这个心理建设了哈。2018年对于你来说，我们说是爆发年，因为在这一年你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，而且先后也拍摄了电视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，还有电影《少年的你》。我记得一位业内人士在《少年的你》的首映礼上对你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是一位演员，不是一位偶像。就听到这句话，当时你的眼眶红了，能跟我们说说是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一直是把演员当做一个非常分量非常重的一个身份跟职业，然后自己也在这方面一直做很多的努力，然后而且包括首映当天，因为本身非常紧张，然后得到这么一个肯定，然后就非常开心，很感动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你期待当中的评价，因为这是对你的作为一名演员的一个最大的认可。对，那我们在少年的你当中哈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北的这个角色是备受好评的，但是我知道他跟你生活当中的风格反差其实特别大的，那么在演这个角色当中的时候，是不是是你内心的一种释放？就演小北这个角色？对，因为小北他也是。我觉得其实是在挖我内心之前一直没有展现出来的某一部分，所以它也是来自于我本身的这么一个角色，所以我相信，在这个角色当中，因为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嘛，所以说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肯定也很过瘾。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作为哪一个角色，最重要的是镜头前面的这些精彩，其实是我们背后默默的付出的。那我觉得千玺也在用你自己的努力，在向大家证明这一点。那对于自己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，跟我们透露一下？未来如果碰到非常好，然后非常合适的人物跟剧本，然后一定会非常留意，然后也希望能接到很好的剧本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就是不管未来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，我们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千玺一定会有一个更加广阔的未来，也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。那在今天我们直播间的现场呢，我们还有一位特别嘉宾。那这位特别嘉宾呢，是千玺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当中的李泌的老师何坚的扮演者，是我们的韩童生老师。韩童生老师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谢谢。好，来坐。哎，好。我们都知道韩老师真的是家喻户晓的老戏骨级别的了，而且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和中国话剧金狮奖的得主。那我觉得跟这样的一位前辈演对手戏，千玺有什么感受？学到些什么？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是当时刚进组那2天的时候，就非常非常紧张，然后就压力很大，然后在这个演对手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有在韩老师身上学到些什么？有，就经常会在旁边偷偷观察韩老师演戏。韩老师，我们知道，您真的演了太多戏了，而且跟您演对手戏的演员很多，少年、青年、中年等等吧。那在这一次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当中，对千玺的表现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？但是千玺他知名度是相当高啊，就粉丝和观众特别多，一般的来说呢，他这个年龄，会觉得他可能是不是有一点稚嫩呐，是不是不是特别那个，反正不是那么成熟吧，生活当中。但我这次见了他，我发现千玺是一个，其实内心他有一点羞涩，但是他情感和什么都挺细腻的一个演员。刚才我听了你们采访。除了12时里面最近那个《少年的你》是吗？这个我还没看呢，我家人看了。我这个回北京以后，我要专门去看一下。我觉得，如果说在这之前，他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他的悟性，再加上比较好的机会，他取得的成绩和成功之外，我觉得，那么在经过中戏这几年的锤炼和学习，我相信他的前途不可限量。而且他本人也确实是很用功。我记得那会儿在拍《十二时辰》时候，就咱们一开始那2天你是发着烧的呀，
41度啊，41度，我都不知道啊，他还咬着牙在那儿，他拍时间10几个小时了。后来他有点发蔫，那个谁，我说这怎么回事？嘉欣说的，他发烧了。哟，哦，你说他也没跟大家讲，其实烧的相当厉害了。我就从他身上看到很多好的品质。这种品质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他演技的不断的磨练和成熟，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作品献给大家。我祝他这个路上一定是非常成功的，我祝你走得越走越好。太好了，我们感谢韩老师。在两位演对手戏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特别的有趣儿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？现在感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感觉啊，就这个我们是演员这个吧，就现在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比如说他的戏也很多，我们就迅速的得这个戏拍完以后，迅速的把脑盘清掉，清的越干净越好，然后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环境，一个新的情景，一个剧本，从零再开始起，这中间呢，那个什么是没问题的，他也很尊重老师和老同志，他的粉丝那么多，你像我也跟着沾了很多光，人家粉丝去要送很多礼物，包括对老师说这是韩老师，人家说。这个还专门给我送一些礼物，说谢谢对易烊千玺的关照，我就挺惭愧的。我其实也没有给千玺更多的关照，只是说在拍戏的时候他也很谦虚。我觉得我从他身上也还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就像他这个，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，狗屁也不懂。完全就悟性差的很多，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否认，就是这个时代是变了，提供的机会可能很多，但是像他这个年龄能把握这种机会，还是能够潜在心里不躁，不浮躁，我觉得这很少，难能可贵，我以后也还期待着，我真期待着有机会我再跟他合作，但是以后恐怕这种机会不那么容易了，对他来说，他会偏约很多了，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不仅有这个演员把握了这个机会，其实更重要的是先有了这个能力，才能够把握了这个机会。是，是。那我们看到千玺，他现在其实代表的也是我们中央戏剧学院当中的一名学生。韩老师，您是不是也看到了咱们未来中国戏剧业的这个广阔的未来？是，我而且中央戏剧学院，就我个人心目当中，在表演方面，它是顶尖的，在国内是权威的。我也看出来咱们中戏的老师们，他们是独具慧眼的，就是像把他这样非常优秀的一些年轻的演员，好苗子弄到学校来。我相信中戏会曾经这样，今后也不断的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非常好的一些演绎的人才。而且我也希望吧，他除了业务上努力之外，我希望他继续保持人格上的一种谦虚，一种低调，一种内敛。我觉得这个非常好。其实咱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历届有很多都是人非常好，演戏又非常好，做人很低调，演技很高调。我只佩服这样的。好，我相信他们的路越走越宽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也相信易烊千玺未来一定会更加好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再一次感谢易烊千玺还有我们韩东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，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台前幕后的故事。再一次感谢。好。好的，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的代表方阵，他们青春活力，英姿勃发，镁光灯打在一张张热情洋溢的脸上，他们是祖国戏剧事业的未来和希望，加油，未来的戏剧人们！好的，朋友们，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易烊千玺。哇，现在听到了雷鸣般的尖叫声，以及李兰迪、娄恒志、许诗月，同时还有来自导演系的学生刘国豪、印提扎尔帕利丁、王邦义、王浩新。音乐剧系学生张成、王安琪、江怡婷、许诺，还有戏剧教育系学生龚厚宇、郭雨欣、江博文、秦瑶，以及来自京剧系的学生
王雅清、刘伯纯、康家欢、张岩。此外，还有来自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系的各位同学，他们分别是高超、杨春韵、朱英杰、魏宏威。此外，还有来自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的许博文、潘梦琪、宁帅、江韵。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再一次欢迎各位。看到了这些新生代们上场，我们仿佛也是看到了戏剧血脉当中又充满了新鲜的血液。我们红毯上的颜值又一次被提升了。好，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的欢呼声够大吗？好的，我们请中央戏剧学院学生代表的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，有请各位欢迎。有请中间请。好，那边的朋友们看到千玺了吗？有请，来，我们请所有的同学舞台上请，有请各位。好，千玺，我们要问一下了哈，其实你走过很多的红毯，相信经历也都不同，也有很多的感受。哎，这一次和中戏的同学们共同走过这样的红毯，感受是不是特别的不一样？这一次感觉不一样，因为更亲切一些。更亲切一些哈。哦，好像现场很多朋友都在呼唤千玺，我们让千玺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。欢迎千玺。我们知道，在这几天啊，由千玺主演的《少年的你》票房大卖啊，在昨天已经突破了11亿元啊。是的。在这个开始之前，在投入创作之前，有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非常棒的这个票房成绩？不敢想，因为其实这部电影能上已经，我觉得非常感谢，非常幸运了。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戏中，千玺和周冬雨两位主角的表演啊，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新一代的年轻的力量，确实在演技上有非常炸裂的表现。哎，这一次的这个角色对你来说，有哪些地方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？基本都很难。基本都很难啊！因为小北这个角色跟我，生活离得非常非常远。没错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部戏中，其实很多的景别都是大的特写，对于演员的微表情的抓取啊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有考验的。没错，那我们现在知道，千玺是进入到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学习啊，在这个学校进入学校之后，在表演方面有哪些新的认识和提高吗？有很多觉得是有用，在以后可以实践用到的。OK， 好，我们也希望千玺在未来啊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更棒的作品。朋友们，你们说好吗？好，谢谢千玺。